OK， 来，我们看第一页，今年后一的考题，然后再跟你讨论一下你大概要做的准备的工作又做哪些。来看第一行，第一题 ，OK， 把 charge 画一条线，它不是收费，它是控告的意思。第一个字，很多批评家 charge that 控告的 that 后面的事儿，美国的中央情报局他们那些地下工作叫 covered activities， 地下工作。所以 covered， 如果你之前学过字首、字根、字尾的同学，你坐得很后面，我把字放大一下子。cover 本来就是指你帮我掩护一下，本来就是指这件事情是在一个秘密的工作之下的，这个的、特、呢只是一个消音字，形成字尾的东西而已。所以，如果你学过字根的同学，从 cover 都可以猜得出来，这一题的答案是 secret， 第五个答案，秘密工作、地下工作。OK， 然后往后走。OK， 他们的地下工作 have been immoral 是不道德的 ，and hypo 是下面 ，critical 是批判。来，画家 hyper 是上面 ，critical 是批判。如果你的位置、你的地位比别人高，你去批判人家，这样叫做吹毛求疵的。OK， 你的手下、你的属下做什么，你都不会高兴的，你都会挑出他的毛病来。所以这个字是吹毛求疵的。所以 hypo， 你的地位比别人低，然后看别人在指挥你，你也会不高兴。所以 hypo 加上 critical， 这个字就叫做卑鄙无耻的。OK， 这个字吹毛求疵的，这个字卑鄙无耻的。我写这样子是要提醒你两件事。第一个，你背的单字其实都是字根字，花一点时间在字根上面，可以让你很快的把单字累积起来。第二个，我刚刚故意念中文，如果有考后中的同学，你那吹毛求疵的词不会写的，赶快回去练。卑鄙无耻的那个鄙不会写的，赶快去练。嘿，我上课会提醒你很多中文的字，比如说我上课的时候跟学生说，同学不要为读物而汲汲营营的忙碌的你的这一生，结果今年后中就考读物那个字了。请记得上课的时候多听一下下，我会一直提醒你很多中央要考试的东西，不只是英文而已，连中文我都管。文科的东西是类似的。好，来，这一个字是托福单字，这两个字是 GRE 的单字。你看看你大概考试的 level 在哪个程度上面，你的后一考你的到托福而已。所以我常常看到学生拿一本 GRE 的单字在背，那个字叫红宝书，我就很想把它拿起来从他头上砸下去。你不考这个，你考得到托福而已，不到 GRE。这 GRE 日子他会跳开，不会考你的，他不会考你，这是一个。然后你把 and 圈起来。前面的 immoral 跟 and 后面的 hypocritical 其实意思是一样的。你的阅读测验老师一定要告诉你，对等连接词的 and、or、but 这三个字前后意思是完全一样的。换句话说，你在读阅读测验的时候，只要有不认识的字，你不要傻在那边，你去看它在哪里的后面，它在 and 后面 but 后面，在 or 的后面，你就赚到了。这两个字意思是一样的。换句话说，你如果去考同一字，Hello， 你的 hypo hypocritical， 对不起，念错 hypocritical， 它就等于 immoral， 不道德的、卑鄙无耻的，意思是完全一样的。好了哈，这一题我就提醒你这样子去背字首字根的单字。你考试的单字在托福的范围里面不到 GRE 区，然后你看看这些字根的字可以帮你多少的忙，上跟下批判。这样形成的字义，这是第一题。好，看第二题。第二题，科学家们 speculate 这个字，我上课跟学生说，这个字其实是我们在教写作的时候叫学生说写的。来看一下黑板。对于安乐死这件事情，赞成者 proponent， 他们认为怎样子？如果你写作文的时候写 say，一点力气都没有。
你连 argue 这个字我都叫学生不要写，没有力气。赞成者说，连 maintain 也都没有力气。老师，那 suggest 呢？文法都对，老外也有都这么写的，可是这些都是没有力气的字。你要换哪些字 ？affirm, affirm, affirm, confirm, confirm。你要用这种字去写作文，以及你刚刚看到的 speculate， 这是上文法对不起，上作文课跟学生提醒的东西。点点点 ，speculate 是认定这件事情是这样子的。OK， 通常托福题考这个字的时候，让你找这个字来看一下黑板 ，summary 下结论下定义。OK， 第一个字母重复加 a 会形成动词，通常托福题让你找它等于这个字 assume 下 summary， 第一个字母重复加 a 会形成动词，记得这件事。说 assume 是指给结论。就是认定事情是这样子的，叫 speculate。认定事情是这样子的，来说你的答案。科学家们认定 that 后面的事情。OK 好 ，the greatest impact on， 把 impact on 画一下线。那个 on 是你后中几年前克漏字的考题。impact 后面的介系词要用 on。最大的冲击力 on 的越来越增加的全球气温 of the earth is caused by humans， 是人所造成的。好，把 increasing 再画一下线。好，到这边把黑板上的东西整理一下子，跟你讨论。写完同学好了后，来第一个，我们先看你的句子里面的 increasing。我为什么要把一个句子讲得这么细？以后你读书的时候，你要用这样的方式，只要是你不认识的字，只要是你觉得疑惑的字，你都得把它在字典里面挖出来，把它的用法弄得清清楚楚的，包括写作在内。我问你一个简单的说法：越来越热了，你会用哪一个字？越来越老是 more and more， 很怂的儿童美语。写作文用哪一个字 ？increasing， 看到那个什么？老外用的是 increasing， 不要用儿童美语来写作文哦。你看他这里的说法，这还有挂钩子在这里，为什么？来，你的句子里面的越来越高的全球温度，那个越来越，你用 more and more 就完蛋了。他们是用 increasing 这个字的。好，再来，我们的学生写作文的时候出的最大的问题是 humans 那个字 ，human 这个字是一个可数字，每次学生写作文，人类就写 human， 那是错的。可数字要加要加的，或者要加 s， 习惯上我们是加 s 的，所以 humans 请你记得它是 s。好，然后答案为什么挑 contemplate？这个字是去思考一件事情，认为事情是怎样子的，弄清楚它，把事情弄清楚叫 contemplate。上课的时候，这个单字我是这样子跟学生教的，这个字后面是接动名词的，你要背哦。哪些字是接动名词的要背熟。那这个字的字根在这里，您学医学相关科系的，人体的哪一个地方叫做 temple？ 这里太阳穴。对哦，那也是妙，妙就是一点一横长一撇到南阳，十字对十字，太阳对月亮，那个是妙。那为什么这个字会是思考的意思？太阳穴跟思考有什么关系？你知不知道西方人在思考的时候会做动作？对，最早的那个罗丹是这样的。好，接下来你应该不认识小薇北海小英雄，他是这样子的。你认识的是日本人那一个叫一休的。对哦，而西方人想事情的时候的动作是这样，这个是思考的意思，沉思一件事情，去弄清楚一件事情，用的是这个字啊。当然知道 speculate 等于 contemplate。好，第二题解决。OK 哦，到这里你应该知道你的后一考题几乎都着重在单字上面。今年的词记刚考完，对不对？他有没有考文法？
一题都没有，全部都在考单字，全部从头到尾，除了作文20题之外，全部都是单字。老师，阅读测验呢？阅读测里面抓一个单字问你这个字什么意思，完全没有任何你要思考的东西，你只要做一件事情就可以考词记了，就是背单字。80分通通是单字。作文老师他考什么？作文大学生可不可以打工？很常见的考题，对不对？每天都抓得到，所以给自己一点机会拼一下。老师，我是不是要拼命的背单词？背单词找方法，用那种方式，找这种方式，不要死记。来看第3题。第3题，我们看一下黑板。我们上课的时候会把字根带出来，因为你们班的前面8堂课是带字根，我要用格林法则帮你把字根教完。好了，英文的钱叫做 dollar，D-O-L-L-A-R， 你在英文单字里面找不到钱这个字 dollar， 它全部都会被换成 D-O-R 跟 D-O-N 这2个拼法。因为你们班还没教格林法则学过的同学你就跟着我走，他没学过同学就听过去就算了。D-O 没有换。OK， 了跟呢跟了，格林法则说的、特、呢、了、了这5个字母是相等的，所以你看在这里了、呢、了、了、呢、了是相等的，所以会拼成这样。也就是说，当时的人把 dollar 变成了 door 很像的声音变成了 dawn， 声音很类似，拼出来的新的单字。所以你想想看，英文的给人家钱怎么说？把钱这个字加上动词字尾 ate donate， 捐赠金钱。那你读书的时候读什么？把这个字查出来之后，去看它的成语有哪些 organ donating ing， 这样子叫做器官捐赠。你不能只背那个字，要把它用法弄得清清楚楚的。器官捐赠 organ donating。 OK， 再来，我在这一张支票的后面写上名字，它就会变成钱。en 是动词字头 ，se 是动词字尾，所以这个字原来是背书的意思。背书不是拿一本书出来背是我在你这张支票上面签名字。背书表示我一定可以给你这笔钱，所以一定可以给你 support、approve。OK， 批准这件事情，一定会做这件事情的。背书，我为这个候选人背书，他说他绝对没有拿人家的钱，他只见过这个人1次而已，我给你保证。隔天就回了，这样背书 endorse 这个字。好，你有兴趣学字根的同学，就从这样子的字根打开，把里面的字一串把它背完，可以省很多力气，不然会背死的。OK 吗？好，来，你看到的书本的，对不起，考题的第3题就是它。这题上课教过，劳工联盟的代表要求市长 ask 这个字是加上受词之后，后面接 to 加原动的，所以是 to 加上原形动词 to endorse their strike， 支持他们，批准他们的罢工。答案挑的是 C approve。OK，by 用什么方式来支持、来批准他们去罢工 ？OK，sign a letter of support， 写一封支持的信。Strike 是罢工。好了，解决。好，来看一下这里，为什么这个字是批准？证明这件事情是对的，所以 OK 啦，就这样子。所以批准的动作，你看字根的第一个字母重复加 A， 字根的第一个字母重复加 A， 就会形成单字。等到我们开始上单字课的时候，前8堂，如果你可以懂我们在讲什么的话，我们一次可以把 A 那里的字母全部都教完。我是说一本字典哦，因为英文的字其实全部。A 开头的字几乎都是字根字加上第一个字母重复加 A 所形成的，然后你这样子把 A 一路读下来之后，刚好也可以把字根都从头到尾看过一次，后面背起来会比较轻松。只是我们的课排在今天晚上上完之后，隔天早上就要上，对不对？你回去要读哦，嘿。我的意思是我们之后上课
是晚上上完之后，然后睡觉，然后继续上嘿。所以你回去不能就回去要读书，读一下再来，免得昨天晚上教的今天早上全部忘光光。要不然就来补录音带，撑不住的话。好，第3题过去，答案挑的是 C approve。第4题来，第4题我上课的时候我是编在我们的文法书，不过你文法课不是我上的，不过照样我会提醒你，英文说我对一件事情怀疑叫 be skeptical of， 我对这件事情是怀疑的 I am skeptical of 某某事情。 OK 好，那这个字的字根是 OPT 在这里，这是看东西的看，学个 optics 视觉那一个字，眼睛去看东西那个视觉的字 skeptical。 OK， 看一看事情是不是真的是这样，是这样的吗？然后叫做怀疑的。托福题考 doubtful， doubt 是怀疑加上形容词 FUL。台大的研究所考这个字啊，因为你们班有同学没有学过格林法则的，所以你就听过去就好，母音可以互换。OK， 所以 doubt 就是 dupe， 然后加上形容词字尾 dubious， 怀疑的。suspicious SUSPICIOUS suspicious 的看在这里，也就是说英文的怀疑是从看东西的看那个字根变来的 ，spy 偷看人家那个字。OK， 你看 OPT 选择那里都是从看的字根变来的，然后这2个就是怀疑。英文的对一件事情产生怀疑，一共4个说法都在这里。我上课都会一次教完，我不要东教一句西教一句的，一次把它学完，全部的东西一次可以出来。所以你刚刚看到的考题是 skeptic， 它的名词叫做对事情产生怀疑的人。来，你先整理一下，等你。待会希望来得及介绍后1的一篇阅读测验跟后中的一篇克漏字。今年的后中考的克漏字是句型式的，那我要利用这2篇跟你提，你这1年要做些什么事儿。几乎现在的阅读测验跟克漏字都已经进入大陆的那种考试模式，看过大陆的高考，就是我们这边的大学联考，大陆的高考是2300万人在考试，有没有觉得这个数目字很耳熟？就他们在考大学的时候，就整个台湾人通通动起来这样。然后他们叫做考研、考博，考研是考研究所硕士班，考博是考博士班。然后他写英文考题，已经开始台湾的老师们开始在抄他们的东西，表示台湾真的很没有格调。以前我们的大学联考抄日本的大学入学考试题目，日本比较强，现在开始抄中国大陆，表示中国大陆开始强起来了。我们的考题全部抄中国大陆，中国大陆那边的英文考题，他们除了抄托福题之外，他们有1题或者托福题1篇，另外1篇呢会是从《泰晤士报》、《纽约时报》、世界各国的报纸里面的新闻抄1篇下来，然后这1篇去设计问答题给你。也就是说，他们要求学生跟世界的所发生的事情是接轨的。那台湾这几年，这3、4年不算，之前3年前全部完全抄托福题，甚至于去年的成大、今年的台大2篇的阅读测验全部抄新的 IBT 考题。新的 IBT 就是文章很长，然后你都不会去背那种单字的题目，比如说步行鲸鱼，听过这个东西？鲸鱼会走路的那种，然后整个化石被找到了之后，去研究这个鲸鱼当时是怎么在岸上走路，怎么在海里面生活的，考那种东西。那种单字你不会去背的，龙王经的英文怎么说？就考你这些东西，然后台大跟成大开始抄这个，所以我一直觉得后中后一暂时我们先拿开不看。研究所的话，题目已经开始走向很困难的东西上面去，跟很简单的。我把今年所有的研究所的考题的解答都写完之后，发现我们的考题很两极化。像辅大今年的考题、云林科技大学的考题，还有中正大学的考题，那个都是闭着眼睛用左脚写就可以过关的。也就是说，你只要读完国中去考试就会过了。所以台湾一直说我们要把我们的英文实力提升啊，听听就好。但是说着玩的而已，都没有在做这件事。英文我一直在实力在往下掉，要不然就出的像刚刚跟你说的台大、成大这样出的很难很难，学生呢根本不会写。
光是成大去年那篇，我坐在那边整整写了2个小时才把它写完。我的意思是，当然写，你加上翻译，写他的翻译，写了2个小时才讲完。写完，我不相信学生有办法在80分钟读完，我不相信了。然后学生就只好去猜，说你看台大去年出错了7题，送14分，台大研究所，然后门槛呢是30分，也就是说你考16分就可以进台大研究所。说我们的实力一直在往下降。那这2年的后中后医的考题呢，越来越类似这样子的状况，就大陆的状况，开始去学一篇托福考题，一篇是大陆那种新闻英文的考题。你看今年的后医的第1个题目就是新闻英文，说要麻烦你考后医的同学，考后中也是，后中题目今年的后中题目已经向后医看齐了，1多2难3没有文法，慢慢的。说你们觉得吗？后医的文法是被骂出来的，因为我每年写评论的时候，都跟后医的那些出题目老师跟他们大声的呛声，你是不是要求我们的医生只要会背英文单字就算了？都在考单词，然后骂了2年之后，他就开始考文法。然后后中呢，没有，我都一直鼓励后中，因为他都出那种学生只要肯读书就可以拿到分数的，我就跟后中说，恭喜你们你们为学生设计一些考题，只要学生肯用功就会考得上，这样不用功的学生就会分数差很多。感谢你们设计这样子的题目。今年没有了，夸奖几次之后，他屁股就翘起来了。今年题目你看，没有阅读测验克漏字出的莫名其妙，对不对？就一篇文章里面挖5个句子出来，叫你把它放回去，看看是哪个句子。这种考法是大陆的考法。你不觉得我们以前考克漏字都是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挑进去吗？只有大陆是考一句一句一句的。对，开始学大陆，所以你记得每个礼拜2，我们的联合报会送一份纽约时报，知道这个？他会送一份纽约时报的中英对照版。不然你去麦当劳偷也没关系啊，反正大部分人买联合报都把那英文报纸丢掉，就把它拿回来就可以了。你读那一份就好，那一份就够你忙1个礼拜了。你不要每天都去找英文报纸来看，那一份就够。你英文拿来读的时候，就顺便把中文对一下，他翻出来的中文跟你想象的那个中文语义有没有一样？如果不一样，是谁错？有不一样就要弄清楚那个字到底翻译成什么，这句话到底在讲什么？为什么我想象的是这样的语义，而翻译出来的语义是那样子的？你看这一次的阅读测验跟克漏字全部都是新闻英文，而且我跟你说对不起，这是后中后医的考题里面的阅读测验有3题是俚语，就是你背单字背片语永远背不到的东西，都是口头上的俚语，你看报纸才会看得到的。像那个 RIP rip off 叫做诈骗，那个字你读单字背不到的，没有一本字跟人说会给你收集这个，因为那是口语，没有人在考口语的了。老师他们为什么要考？我怎么知道？真实学生是台湾的老师最大的快乐。考俚语3题我会带给你看，我翻给你看，大家来得及的话。所以记得这件事，每个礼拜2去买联合报，然后把中文版丢掉 ，OK， 留里面的纽约时报，他会送纽约时报中英对照，那是全世界所有发生的重要的新闻，然后你读那个中英对照那一本就好，没有中文的统统扔掉，不要看了，你看不完的。就像以前我们读大学的时候，觉得我读英文系，我一定要把英文读好，然后就订 Time 杂志，学生价很便宜，只要800块而已。如果是一般人要订要4000多块，好开心，800块是800块是我们1个月的生活费，就给他了。然后第一本来热乎乎的好赞的感觉，查字典不认识的字查，把它弄清楚之后，第1页终于读完之后，第2本怎么就寄来了？怎么第3本那么快就到了？我才读3页而已，第1本然后就把后面的那51本叠起来，然后把它捆起来，全新的拿去卖掉，只留那1本就好。你读不完，不要贪多，嚼不烂的，慢慢来，一个一个来。最重要的一件事，你上课要跟着你们的老师，老师一定会把英文的句型从头到尾一个一个都教给你听。
你要把它通通弄懂。你不要英文只学一半，然后就去读报纸，读的时候，这个句型也不会，这个句型也不会，到最后只有发现你全部的英文只有2个不会，哪2个？这个也不会，那个也不会。一定要跟着你的老师把句型学完，你不要文法没有用我不考，你那不读你的阅读测验就读不进去。还是乖乖的 ，OK 报纸记得好，来，那我们看你的第4题，在这边 skeptic 叫做怀疑者，说你的第4题来 ，I am a skeptic about the 12-year compulsory education plan。你看都是新闻英文，我是一个怀疑者，对于什么事情的怀疑？12年的义务教育计划的怀疑者，义务教育 compulsory education。要看报纸要考后一的同学，中文报，对不起，中国的消息、台湾的消息、大陆的消息都要背。OK， 大家跳的是 C disbeliever。好，第5题，碳被转换成钻石，在极度的压力之下，把 under pressure 画出来。那个 under 会是克漏字的考试题型。好，来，我上课的时候是这么跟学生说的，同学。你国中的时候学把某某东西变成某某东西是 turn into， 讲话的时候我们用 change into， 可是你去看学术性的文章的时候，它是 convert into。convert 的 con 是强调语气， ver 是变的字根，变化的意思叫做 ver， 它是 turn 的意思。比如说这个人是 introvert， 很内向的人， intro 就是 inter 内部的意思， ver 是转动的意思， turn in。 这个人是 extrovert 外向的人，这个人是内外向兼具的人， ambivert ambivert。 这个 vert 是 turn 的意思， turn 转动转变，在这里内向的外向的双向的，内外向都有的，玩的时候很嗨，安静的时候不说话的。OK， 通常都会让你把 convert 找到另外一个叫做 transform 的字。学过字根的同学 ，trans 是改变的意思， form 是形式，所以这个字还是改变。那单字这一堆字里面最难的、最重要的是 turn 改变，叫做 alt 加上 alter。你看，刚好把英文的改变的3个字根都带出来，一个 ver， 一个 traa， 一个 alt，3个字刚好都在上面。那英文的把点点点变成点点点，一共这5个他就拿这个来考你。所以你的第5题的答案是第5个 transformed。好，这是第一种考同义字的方式。等到你开始